少林寺原来是一个暗藏春色、藏污纳垢之所。大家好，我是大王，我是小王。今天继续开启我们的祛魅之旅啊！今年广大群众已经对医生群体、哈佛、终老等等一系列事件祛魅开智了，今天就轮到了少林寺的方丈释永信。释永信方丈这2天可以说是震动了整个中国呀。7月26号，网上就开始出现释永信被带走的传言，网上甚至一度出现了一份公安局的蓝底通告，里面涉及到的金钱数字非常惊人夸张啊！说释永信在海外的资产高达200多亿美金，又说他携带34人从上海离境被拦截，确实非常夸张啊！但是这份通告很快就得到了辟谣，公安局就说这通告是假的，正在开展工作，也没有说这个开展工作呢是针对这个谣言开展工作呢，还是针对释永信开展工作哈。就在大家揣摩是不是又会像2015年一样，释永信会平安落地的时候，就在昨天7月27号晚上8点，少林寺的管理处发布了一份极其简短但信息量巨大的官方通告，彻底证实了释永信确实出事儿了。这份通告是这样写的：少林寺住持释永信涉嫌刑事犯罪，挪用侵占项目资金、寺院资产，严重违反佛教戒律，长期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的关系，并且还育有私生子。目前正在接受多部门的联合调查，有关情况会向社会及时公布。可以说这么短短的几行字就包含了太多的信息。你看啊，前面这个刑事犯罪前面加了涉嫌2字儿，但是后面这个严重违反佛教戒律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并育有私生子前面并没有定语涉嫌2字，这也就意味着这次释永信啊应该是难以安全落地了。今天我们就从5个方面来讲讲这个事件。释永信这次出事其实并不是突然，早在10年前的2015年的7月25号，就有人对他进行过举报。当时一位自称曾经是少林弟子的释正义在网络上就发布了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这只大老虎谁来监督这篇文章，控诉释永信和多名女子关系复杂，质疑他拥有2个身份证，并列出了身份证号码。那次举报涉及的问题可以说是相当严重啊，包括释永信与多名女性不正当关系、侵占少林寺的资产、挪用善款、敲诈财物等10余项的指控。举报者呀，甚至声称这释永信呢是有情妇和私生子的，引起了社会当时广泛关注。比如说有些传闻说你外边有很多钱，哪里有别墅啊，甚至更离谱的说您还有老婆孩子这些。当然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您愿不愿意借这个平台来就这一系列的传闻来做一个回应呢？要有问题早都成问题了。就您觉得这都是谣言？我说了，有问题早都成问题了，这个不用再细说了。在同一年，少林寺内部也发生了一起引发广泛讨论的风波，那就是少林寺下属的武僧团总教头释延鲁实名举报少林寺方丈释永信。释延鲁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表示啊，他不是说他反对改革，也不反对和社会进行接轨，但是呢，反对以权谋私、不透明和伪弘法。他说他已经出家30多年了，在他看来啊，一个寺庙慢慢变得不再为众生服务，而是为个人利益服务了。他表示，寺里的很多僧人也知道这个情况，但是没人敢说。他站出来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让真正信佛的人看到少林寺不能一直这样下去。但他在四方和释永信的支持者眼中就被认为是出走者，破坏团结。而对于这些指控，少林寺呢也没有正面回应释延鲁的个人说法，只是统一口径说是一切以官方调查结果为准。当年的坊间传闻就说这个释延鲁就是释正义本人，但是一直没有得到证实。释延鲁呢也否认他自己就是这个释正义。当时少林寺的反应非常激烈，和这次少林寺官方通告截然不同。2015年的时候，少林寺官方网站是立刻就贴出了报案材料，说这个举报信息是对释永信无中生有、恶意编排的诽谤和侮辱啊。河南省后来也成立了专门的调查组进行调查，这个调查组是由河南省委省政府联合组成专门的工作组牵头单位是省宗教事务局，参与的单位就包括省公安厅民政厅旅游局、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省工商局、省纪委监察委等等多个职能部门组成了这个联合调查组，进驻了少林寺及其相关的关联单位，全面核实开展工作，可以说阵容非常之强大。2015年的11月28号，经过近1年的调查取
证，河南省调查组就对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被举报的事件正式公布了初步调查结果。根据河南省宗教局负责人召开的这个通气会介绍，调查组针对举报材料中的主要指控内容，对释永信的个人信息、经济往来、身份注册、寺院事务等等关键环节都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和取证。调查组明确指出，首先，关于网上反复传播的释永信有私生女一个事儿经过查证，并没有发现任何相关人员和释永信存在不正当的关系，也没有发现有未婚生女的这个事实存在。调查组就表示在走访相关举报人、调查户籍资料、询问当事人等等一系列核查过程中，没有获得任何有力证据能够支持这个指控你看非常严谨因此这个指控被认定为查无实据。第二点就是关于释永信是否存在双重身份证问题。此前舆论曾经质疑他拥有2个身份证涉嫌身份造假。调查组回应说，释永信确实有2个身份证号码，一个呢是俗家身份刘应成，另一个是出家后登记的释永信法名身份号码。根据当时的这个户籍管理规定，宗教教职人员在某些特定场合可以依法申请宗教身份登记，属于系统备案范畴，并不构成违法违规。经由公安机关调取户籍档案和国家身份系统对比，确认双身份证属于历史管理过渡期下的合法登记现象，不存在弄虚作假行为，也不存在借此从事非法活动的情况。第三，作为公众最关注的经济问题，涉及释永信是否通过寺庙资产进行个人的获利，以及是否挪用了寺用的资金、个人名义注册企业等等行为。对此呢，调查组重点审查了少林寺对外投资的经营项目，包括少林寺的无形资产的授权、旅游门票的收入分配下属文化公司账目等等委托专业审计机构进行了核查。结果显示，目前没有证据表明这个释永信本人从少林寺经济运营中获取非法收益。寺院对外经济活动中大多通过法人单位登封市少林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来执行。这个公司呢是地方政府和寺方共同监管的一个法人实体，资金收支接受审计监督。调查组也没有发现释永信利用职务之便侵占、挪用、隐秘这个寺庙资产等等情况。第四点，关于举报信提到的其他问题，比如僧人管理混乱、寺院生活腐化、海外捐赠流向不明等等事项那调查组就表示目前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相关现象存在系统性问题，或者与释永信个人行为直接相关。就是调查了163遭，啥也没调查出来，啥问题都没有呗。调查出来了，就调查出来是没事儿，就是人家都是非常好、非常清白的基于上述调查结论，当时的这个河南省调查组在2015年的11月28日正式向媒体和社会各界就通报，认为举报中内容大多数指控不属实或者查无实据。对于个别举报内容的持续性争议，调查组当时还表示非常开明，要继续保持关注，并欢迎社会各界提供新的证据线索。如果有确凿事实，仍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理这不就来了吗？时隔10年，2025年终于来了，回旋镖。与此同时呢，释永信当时还通过少林寺的官方网站和媒体渠道表示就欢迎调查组这个公开透明的工作，愿意接受国家和社会的监督，并强调将一如既往致力于佛教弘法、少林文化传播和公益事业。这份调查结果当时是引发了一个广泛的一个讨论的。支持者就认为调查澄清了虚假信息，维护了佛教界的基本形象。批评者就质疑调查的这个公正性和深度，认为公众关注的许多灰色问题没有彻底查清楚我不知道，就是因为我没有看到过少林寺有没有是不是定期对外公共它的账目，这样的话让公众或者包括让信徒很明确的了解这个少林寺的这个收入情况，然后这个钱是怎么用的，那么比较透明一些，有没有这种做法？所以说我们还对主管部门来说是公开的，对主管部门接受审计，接受主管部门，但没有对公众公开。已经被你们媒体披露的，跟公开没啥区别了。但是我不知道，你看我做媒体，我都不知道您的每年收入多少，然后大概是哪一类的收入？您媒体少林寺的收入被媒体披露的基本是公开的。但是既然这样的话，您有没有考虑，其实公开一个账目，因为某个程度其实也可以这个可以说是消除很多一些传闻甚至谣言不是更好的一个做法吗？我们不是独立的，我们还考虑佛教界兄弟宗教，还考虑很多因素。我们不是独立的，不是真空的，很多做法我们还得考虑
周边的事情。这份调查结果还能有支持者，这也是不容易啊。这其实也不难理解，这个世界上就是什么人都有啊。就像俄乌战争就有明确的挺俄派和挺乌派，然后川普有明确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嘛。那这场风波呢，最后就渐渐平息了。施永信继续他的方丈生活，而释延鲁则从公众信息中消失了。2020年前后，网络上有人说，网上有一张疑似释延鲁的近照，说背景是一个山林小庙，画面中呢穿着灰色的僧袍，面色苍老，独自坐在院中晒太阳。照片中没有地点标注，也没有任何的官方渠道证实。这张照片当时据说被一些佛教论坛转发，并配以一个独居修行的一个字样。做这期节目之前，我特意去搜寻了一下，还真就没有找到这张照片，也不知道这个照片是真是假。又有坊间传说呢，释延鲁自从举报事件之后，就没有再参与过任何的宗教会议啊、佛教协会活动，也没有公开讲法授课了。他选择了彻底归隐的方式，自我消解于宗教系统之外。除了2015年的这次大规模的举报施永信在执掌少林寺的这些年里，其实一直都有各种各样的传闻和质疑关于他购买豪车、生活奢侈的传闻从未间断。网友呢也动不动就跳出来冷嘲热讽一下。那这次2025年少林寺的官方通报与2015年的举报内容又是高度重合，现在看来无风不起浪这句老话真是字字记住。这次对施永信的调查，从各种迹象来看，确实与以往不同了。为什么说这次他大概率难以脱身了呢？有几个关键的信号。首先就是这少林寺自己发出的通告。过去每当有不利于传言时候，那少林寺和施永信都会断然否认，坚决反击。但这次从周六开始出现传言之后，少林寺方面一直就极力回避媒体的问询，这种态度变化本身就是说明问题的。其次呢，就是通告的用词非常的严厉。你看，官方明确使用了涉嫌刑事犯罪这样的表述，这在宗教界是挺罕见的。更重要的是，就是那个关于严重违反佛教戒律、长期和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并育有私生子这部分的描述，前面没有加上涉嫌2字儿，这意味着从少林寺的角度看，这好像已经不是怀疑了。而且这个少林寺的公众官网这个已经显然不处于施永信的掌握之下。第三就是调查主体的变化，这次通告的署名是少林寺管理处，而不是少林寺本身，这个细节很关键。少林寺管理处是个什么机构呢？根据接近少林寺的人士透露说早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当地的政府就派人以少林寺管理处的名义常驻少林寺。这个新机构的成员主要来自于郑州市登封市的宗教局和统战部。也就是说，现在管理少林寺的核心人物已经不是施永信和寺院的僧人，而是政府部门。从这些信号来看，这次调查应该是动真格的了。施永信这位在少林寺掌管大权38年的方丈很可能真的无法再像10年前那样全身而退了。经常去烧香拜佛的人，其实对一个概念都挺模糊的那就是中国的寺庙，它所有权到底归谁呢？很多人以为这个寺庙，你看是出家人建的，香火呢是信众上的，住持是自管的，那这寺庙自然就是佛门经地，归僧人或者信众所有。实际上，中国的寺庙产权问题，它是一个横跨法律、宗教政策、土地制度、历史遗留、政府管理等多个维度的复合性问题。第一种情况，也就是最常见的一种情况，就是国家所有，政府监管，宗教团体呢代为代管。像少林寺这样的著名寺院，基本都属于这种情况这些寺庙的共同特点是历史悠久、香火鼎盛、旅游收入可观，同时呢，他们又几乎都被列入了国家或者省市级的文物保护单位。这种寺庙的建筑、文物甚至地皮所有权都非常明确，不归住持，不归佛教协会，也不归老百姓，也就是说，它就是归国家所有。简单说就是国家的资产。这类寺庙的日常管理通常就是由地方宗教事务局、文化和旅游局、文化保护单位等等组成联合监管小组，来配合这个佛教协会来进行运营寺庙的僧人虽然有一定的自治权，但大事儿必须上报，包括住持的任命、修缮工程、对外合作、捐赠资金的使用，都要经过流程的审批。第二种情况是集体所有，村民管理。这类寺庙通常分布在农村乡镇，规模不大，通常是地方百姓自发修建，有的历史上曾经毁于战乱，文革之后又恢复重建。这类庙宇往往没有列入重点文物的保护名录，也没有官方的宗教团体来进行备案，但在民间香火很旺，管理上一般是由村委会或者理事会来负责
第三种情况就是近年来法律上逐渐明确的叫做宗教法人所有。根据宗教事务条例和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中国的宗教活动场所可以登记成为具有法人资格的组织了。也就是说，一个经过事务局合法注册登记的寺庙，它可以拥有独立的法律人格，拥有资产啊，接受捐赠，签署合同，甚至可以打官司啊。但你别以为这就彻底自由了，其实并不是啊。这个宗教法人虽然有独立的财产权，但它的管理、监督和资金流向仍然受到了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严格监管。所有的大额的支出、基建工程、住持变更等等都需要审批。第四种情况也是最边缘也最敏感的一类，那就是私人建庙没有经过登记啊，说白了就是私人寺庙和非法宗教场所。最后我们还得说一下这个土地啊，在中国呢，所有的城市土地都是归国家的，农村土地归集体，个人和寺庙都不能拥有土地啊，只能拥有土地的使用权。像许多的寺庙，它坐落在城市的中心地带，它的土地往往就是由政府划拨供宗教用途使用。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意味着土地不是寺庙自己的，那产权的本质呢，还是握在国家手里。理解了这个背景，我们就能明白啊，释永信虽然是少林寺的方丈，但他实际上只是一个管理者，他并不是所有者。即便是少林寺所有的僧众加起来，他们也都不是所有者。少林寺的资产，无论是土地、建筑还是香火的收入，本质上都属于国家或者集体所有。那如果呢，释永信挪用、侵占这些资产，那就是侵占了国有资产，这在法律上可是非常严重的犯罪行为。说到释永信啊，大家最感兴趣的肯定就是他这个商业帝国。在执掌少林寺38年的时间里哈，这位身披袈裟的 CEO 确实将少林寺从深山残院打造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商业机构。那释永信的商业化之路呢，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90年代。1996年，他接触互联网以后，迅速就为少林寺注册了域名，并且建立了官网，成为最早拥抱数字化的宗教机构之一。1997年，他成立了河南少林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这个呀是中国佛教界的第一家公司。从那个时候开始少林寺的商业版图就不断的扩张。通过企查工具，我们可以看到河南少林无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为这一商业体系的核心平台，由中国嵩山少林寺100%全资控股。这家公司对外又投资了14家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文化艺术交流武术交流，还有文化演出以及经济服务、会议展览等展示服务。少林以及少林寺自有的无形资产管理、旅游资源以及产品的开发，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等。少林寺的商业化手度多元而且大胆，其中文化旅游是他们最核心的收入来源。比如通过禅宗少林音乐大典等实景演出，还有武僧团全球巡演，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人看过以及海内外的武术培训学校，将少林武功打造成为具有一个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品牌。有相关数据显示，2010年少林寺的旅游收入一度就占据了登封财政收入的1/3。在2019年，游客峰值达到了420万人次，按人均消费300元计算，旅游相关收入总收入超过了12亿。大健康产业也是近年它重点拓展的领域。2003年，释永信重启这个少林药局，在传统秘方基础上开发出活络膏、什么少林灵芝茶等等产品，通过这个非遗传承加现代工艺包装，单价从几十元到上千元不等。2019年销售额更是突破了8000万。在电商和新零售方面，2008年上线了淘宝店少林欢喜地，2015年又转型成了文化生活品牌，推出了什么禅意香薰、少林主题文创，年销售额从100万元级就跃升到了2020年的2300万。哎呀，这么一听，我觉得这个释永信的商业头脑真是非常强大呀！我后面会讲这个商业头脑问题。就刚才听什么少林香薰，我这光一听我都想买。然后2021年的时候，少林寺入驻抖音了，人家直播带货首秀就创下了500万的销售额。在知识产权运营方面呢，截至2022年，中国嵩山少林寺申请的商标已经多达706个，包括什么方便食品、灯具、餐饮、住宿、饲料、珠宝、饮料、洁具等等各个领域海外扩张呢，也是释永信商业版图的重要的组成部分1999年，率武僧团就登陆了英国白金汉宫之后少林武僧团每年都在全球巡演超过200场，每场收入从初期的10万美元上升到近期的已经达到50万美元。
2015年，少林寺还斥巨资在澳大利亚购地来建分寺和酒店，这个消息就受到了资金来源和商业目的的双重质疑。释永信还曾经通过授权少林的相关网络游戏和第三方公司合作开发少林音乐，为联通号码开光等等这个拍卖号码这个方式来拓展收入来源。对，这些尝试都挺前卫的。而且我觉得他这个想法，你别说，还真挺好的。什么还给手机号开光，我是就很难想到这个点子都。2022年的时候，少林寺关联公司河南铁松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还以4.52亿竞得了郑州商业用地。虽然后续呢，少林寺退出了这个公司的股东行列，但进军房地产的质疑就曾经不绝于耳。这些商业活动使少林寺这个门票价格日益高昂2014年9月20号，少林寺塔林的几位穿僧衣的男子还拉横幅，向松山景区管理委员会讨问这个门票收入的分配。对这个事儿，管委会的一位官员就反问说：“少林寺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呀？佛门和地方政府这个利益博弈至今没有平息。”可以说，释永信确实打造了一个横跨文化、旅游、餐饮、地产、电商等等多个领域的商业帝国。但这个帝国的根基，说到底还是少林寺这个千年古刹的品牌价值。很多人你看，通过刚才我的讲解，就把释永信就认为是商业天才，是吧？认为他有着敏锐的商业嗅觉和超强的经营能力。但我对这个说法持不同看法释永信确实在商业化方面做出了一些成绩，但我认为这更多是因为他背靠少林寺这个得天独厚的超级 IP， 并不是因为他个人有多么出色的商业才能。首先，我们看看释永信接手少林寺面临的那个历史机遇。在80年代初，改革开放是刚刚开始，中国社会处于巨大的变革期。1982年，电影《少林寺》以1毛钱的票价创下了1.6亿票房神话，让这座千年古刹第一次尝到了流量经济的甜头这部电影的成功，为少林寺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奠定了巨大的知名度基础。接下来你看，金庸武侠小说在大陆就开始全面流行，天下武功出少林这概念深入人心。这些外力条件的成熟，为少林寺的商业化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土壤。从地理位置来看，你看少林寺它处于河南登封嵩山地处中原的腹地，交通便利，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寺院又拥有大量的土地山林资源，有少林武僧这样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这些都是无法复制的核心竞争优势你再看这个市场环境，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民众收入水平又不断提高了，是吧？对文化旅游的这个需求日益旺盛，少林寺恰好就在这个风口上，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在这种情况下，经营少林寺这样的超级 IP， 你真的需要多高的商业天赋吗？那根本就不需要就像很多国企一样，营收和利润高，只是因为独占了一些特殊的资源呗。那少林寺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大量的土地山林，悠久的历史，又有少林武僧这样特殊的历史背景文化故事，有金庸和李连杰的加持，随随便便就可以说让这个少林寺这个大 IP 运营出商业价值。大家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意机会就是天上掉馅饼，地上捡钱的机会呗。只要想做这件事儿，即便不是释永信，其他人也非常容易做到。所以我不认为说释永信是商业天才。那为什么之前的少林寺方丈没有经营出这样的商业帝国？那很简单，主要就是几个原因嘛。第一就是时代背景不同，在释永信当方丈之前，中国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中国人手里普遍还没有钱，自然这个捐赠和香火钱不够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足够的消费能力，商业化就无从谈起第二，文化条件不成熟，那个时候金庸小说还没有开始在中国大陆全面流行，而电影《少林寺》也没有上映，也就是说这两个外力的辅助条件还没有成型。没有这些文化符号的加持，少林寺的商业价值自然难以充分释放。第三就是前任方丈的理念不同之前的方丈清心寡欲，是真正的高僧他们关注的是修行，不是经营，也压根就没有想过将寺院商业化这件事儿自然也不会主动去开发这个商业价值。释永信就恰恰相反，他对商业化可没有太多的精神包袱敢于尝试各种商业模式。其实对比看一下其他寺庙的情况，就能明白这一点。不只是少林寺你看其他很多寺庙的和尚也都拥有什么几十万到上百万的座驾，因为经营寺庙赚钱实在是太容易了，成本低，利润高，风险小，对信仰缺乏敬畏的人就可以敢去做这样的生意。其实你看寺庙的香火钱以及相关的收入，其实应该用于寺庙本身的维护建设以及宣扬佛法的费用，而不应该用于僧人们改善他们自己的生活，开豪车甚至养家。比如在现代社会，
出于出行的方便，离不开汽车可以理解，但是你这个汽车的采购标准就应该控制在20万以内。所以释永信的商业成功显然是时势造英雄，不是英雄造时势。他只是恰好站在了风口上，借助少林寺这个超级 IP 的力量，在合适的时机做了合适的事情。但这并不能说明他是一个商业天才。其实任何一个中等的人才，在这样的条件下都可能取得类似的成就。从16岁出家的刘应成到执掌少林寺38年的方丈释永信，再到如今涉嫌刑事犯罪被调查的嫌疑人，这个轨迹让人唏嘘不已。他确实推动了少林寺的现代化发展，让这座千年古刹重新焕发了活力，但也让佛门境地染上了太多的世俗色彩。当信仰被商业利益绑架，当清净的佛门成为逐利的工具，当袈裟之下隐藏着太多的欲望和贪婪，这样的结局其实早已写就。现在微博热搜前10条里面有5条都是跟释永信有关，比如释永信老婆释延鲁，释永信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释永信涉嫌刑事犯罪，还有鸠摩智的扮演者李国林也出来回应了，说自己并非预言家，和他没关系。这位香港演员李国林在这起涉及刑事犯罪和宗教信仰的严肃话题之外又多了一丝调侃。最后我也想强调的是，释永信的问题不能代表整个佛教界，也更不能代表中国的宗教信仰。虽然假和尚很多，但真正的高僧肯定也有。真正的佛法精神和真正的宗教情怀，永远都是值得尊重和传承的。希望通过这个事件让那些假和尚们都警醒收敛，能够让中国的宗教事业回归本源，让信仰的纯洁度得到更好的保护。而佛教的博大精深，更不应该因为这些其实本质上并没有信仰的人受到影响。宗教信仰的本质应该是信仰本身，而不是那些自封为人间代理人的凡人。本期就讲完了，下期再见。下期再见。